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哦，就是关于我们的心灵怎么跟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资讯场互动。这个互动又怎么影响我们的选择啦、命运啊，甚至可能让我们更轻松地在所谓的生活之流里面航行。对，没错，那个资讯场或者书里说的替代空间，你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超巨大的资料库，里面存着所有可能性的脚本。不只是已经发生的事，所有潜在的未来，都在里面呢。就像是所有事物状态的一个范本资料库一样。哇，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又好像很有道理。那我们平常思考用的大脑，就是说心智的部分，是怎么跟这个资讯场搭上线的啊？心智它主要靠两种方式来抓资讯，一个是分析，就是分析我们眼睛看到、耳朵听到的这些外在世界的讯息；另一个呢，就是透过潜意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了，去接收来自资讯场的资料。哦，分析跟直觉。对，但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点哦，就是资讯场里面的资料，它是最纯粹的真相，意思是它很客观，还没有被解释过。可是，一旦经过我们的心智去处理、去理解，它就变成了知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知识已经带了我们自己的主观滤镜了。啊哈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不同人看同一件事情，理解可能会差很多。没错，所以知识或多或少，都会跟那个最原始的真相有点落差。了解。那这样说起来，我们平常很依赖的逻辑思考，是不是其实也有它的极限呢？可以这么说，心智很厉害，没错，他很擅长用旧砖块盖新房子。意思就是运用他已经知道的概念、逻辑去组合啊，去解决问题啊。但是如果要接触到那种真正根本性的新资讯，比如说科学上的大突破，或是那种很有创意的艺术灵感，单靠心智的逻辑可能就不太够了。哦，那些东西哪来的？那些往往就是来自潜意识，也就是书里说的心灵或者是灵魂。它能够可以说是直接从资讯场里面把那个新讯息给捕捉下来。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那种有了的灵光一闪，其实是心灵先感应到，然后心智才试着去把它解码理解出来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灵感来了，你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它是怎么来的。真的耶。因为心灵它本身，它不思考也不说话，它就是感受跟知道，它是那个新资讯要进入我们意识的一个通道。当心灵接触到资讯场里面那些还没实现的可能性时，它感觉到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知。心智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有点模糊，抓不太到，因为它还找不到熟悉的符号或概念去定义它。要等到心智真的去理解了那个本质之后，那种啊哈的洞察才会出现。哇，那这样听起来，学会接受心灵的讯息就很重要了。可是他又不讲话，我们要怎么听啊？这个问题很好，关键就在于去学习感受那个内在的舒适度。内在舒适度。对，你的心灵其实能感觉到，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那条可能的路，是让人舒服的，还是有点卡卡的、不安的？心智会把这种感觉解读成一种很模糊的平静感，或者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焦虑感。这个就是书里说的那个很美的词，叫诚心的沙沙声，就是你的内在指引啦。诚心的沙沙声。对，学习去注意这种内在状态很重要哦，因为心灵它其实很少搞错。这倒提供了一个蛮实际的判断方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发现你需要花力气去说服自己，应该做某件事，对，那通常就表示你心里深处那个心灵可能其实在说不。没错，抓到重点了。如果你需要说服自己，那80%-90%，你的心灵、你的灵魂其实是在抗拒的。哇，
这点很有用哎。对呀，学会听这种内在感受，其实可以帮我们摆脱掉一些不太健康的角色扮演。书里面提到3种，像那个总是等着别人给、不太主动的祈求者，还有那种老是抱怨、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、欠他的愤慨者。这种人好像不少哎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种是斗士，看起来很积极，但其实生活得很用力、很累，总是跟全世界对抗，能量都耗光了。斗士，或者过度看重外在的某个人、某件事、某个目标，觉得它太重要了。重要性太高啊。对，这种失衡感会产生一种叫过剩潜能的东西，反而把事情搞砸，或是吸引来一些平衡你的力量，也就是麻烦啦。了解。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去求、去抱怨或者拼命去争，那是什么？而是把自己调整到一个状态，让你可以很自然的直接去获取你想要的东西。直接去获取？对，但前提就是你要先把那个内在的、外在的重要性先把它放下来。放下重要性。当你放下这个，你会很神奇的发现，很多原本觉得是阻碍的东西，它自己就消失了。哇哦！这就接到下一个很酷的概念，叫做替代流。替代流？对，资讯场里面的那些可能性，它不是乱七八糟的，它是像河流一样有组织的。这些可能性会因为因果关系串联成一条一条的流，叫替代流，而且他们会遵循阻力最小的路径。阻力最小的路径，听起来很顺诶。对，这就表示很多问题，其实那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一直都存在那个最顺的替代流里面。那这就奇怪了。如果最佳解一直都在，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问题这么难搞，卡关卡半天？问得好，因为我们的心智很容易受到2个东西干扰，一个是外在的摆锤。摆锤？对，你可以想象成社会的集体思想模式了，群众的焦虑了，那种会把你的想法往某个方向拉过去的力量。另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内在那个重要性作祟。这2个东西一干扰，我们的心智就很容易偏离那条最顺畅、最省力的替代流。然后呢？偏离了会怎样？偏离了，心智一焦虑，他就开始想一些很复杂的方法，甚至自己去制造更多问题出来。就像在那个平静的水面上，你一直乱拍打，反而把水流都打乱了。原来问题是这样来的。对呀。所以诀窍就是要拥抱简单，然后顺着那个流走。对，但这个顺应潮流不是叫你像一片叶子一样完全被动的飘走，也不是像那个斗士一样拼命去逆流而上。书里把它比喻成像一个掌舵手。掌舵手？对，你还是有意识的跟着水流和谐的移动，但是你会留意，前面有没有暗礁障碍然后很轻巧的去调整你的方向，避开它们。是有意识的顺流，而不是盲目的跟随。没错，关键还是放下那个想要掌控一切的欲望，还有那个过度的重要性。你放松了，让那个流动自然展开，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很多问题它自己就化解掉了。真的，很多时候事情真的比你想的简单的多了。除了刚刚说的内在舒适度，那还有没有其他外在的线索可以提醒我们，好像有点偏离那个顺的流了？有书里把它叫做引导讯号。引导讯号？它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就是你的人生路径快要转弯，要换到一条性质不太一样的生命线上的时候。转弯的时候？对，它可能是一种说不上来，但就是觉得怪怪的、不太对劲的感觉，或者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偶然发生，但就特别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或一句话。比如说，你不小心听到旁边的人讲的一句话。那这跟我们平常说的什么乌鸦叫打破镜子那种预兆一样吗？这个书里有特别区分哦。他说，预兆本身那个力量其实来自于你相不相信它。你信它，它就在你的世界里发生作用；你不信它，不理它，它就没影响。但引导讯号不太一样，它比较像是一个
提醒、提示你那个替代流里面可能有些变化要发生了。了解，所以更像是一个注意的提示灯。对对对，还有啊，有时候你自己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好像没头没脑的，或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内心那种莫名的不舒服、不对劲的感觉，这个也是非常清楚的讯号。尤其是又回到那个点，当你必须说服自己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。没错，那个内在不适感超级准。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其实最清楚哪个选项对你比较好。如果你得费力说服自己，那几乎可以肯定心灵在踩刹车了。那如果感觉到不舒服怎么办？如果那个决定还有转圜的余地，那就去改变它。面对这些讯号，态度很重要，就是你不要完全否定它，但也不要反应过度，把它放大成巨大的焦虑。他们主要的好处就是及时把你叫醒下，让你意识到，你可能不自觉地在为某些集体意识，就是那个摆锤，在服务哦，或者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对自己不太有利。了解。说到这里，感觉最大的挑战好像还是要放下那个控制欲。没错，完全正确。我们的心智好像就是很希望所有事情都要照着剧本走，一有什么不如预期，就觉得是障碍，然后就想去介入，去修正那个流。对，这就是心智最大的盲点之一。他老是想去控制那个流本身，而不是去调整自己在流里面的姿态跟方式，结果反而更糟。对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问题跟失望。那该怎么办？练习放下，试着放开那个紧抓着情况的手，放松那个控制，你给周围的世界，给那个流动多一点自由发展的空间。听起来有点难呢。一开始可能会，但你可以试试看，把你的重心从控制转移到观察。从控制到观察。对，不要急着去反驳、去争论、去证明自己、去介入管理、去批评，给那个情况一点时间，让它自己发展看看。你先不要那么积极的去抵抗或介入。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当你不再跟那个流对抗的时候，你反而获得了对那个情境真正的掌控力，而且超级省能量。你想想看，客观的观察者是不是总是比现在里面那个当局者看得更清楚？好像是对啊，所以在很多情况下，学会放下，让世界自然流动，其实比你坚持己见，硬要把它扭转过来，更有效，也更有成果。当你跟那个替代流和谐的移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帮你。哇，今天这样一路聊下来，从搞懂心智跟心灵的差别，到学习听那个内在的声音，然后顺着那个替代流放下控制，感觉真的也好像拿到了一张可以更轻松去驾驭生活的地图一样。对啊，其实核心概念说穿了，就是试着放下那个抓得死紧的重要性，还有那个控制的欲望啊，允许自己跟那个更宏大的资讯流，和谐的一起跳舞。也许真正的力量不是在于你多会掌控一切，而是在于你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，让那个生命之流自然的来协助你。这真的蛮值得我们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消化一下。或许可以先找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练习看看，练习放下控制，看看那个流动会把你带去哪里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，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